那目前就是沈阳哈，现在最高价格什么价格？6万多，还有6万多的呢。带你看东北4省真实房价，咱们现在的位置是辽宁省沈阳市。那么呢，坐在我身边这几位，沈阳房产这一块摸爬滚打已经10来年了，就是见证了沈阳房产市场整个这个成长的过程，是吧？对，是。您贵姓？我姓郭，国家的郭。你呢，哥们儿？我美国姓赵。姓赵。我姓李。也真正是有资格坐在这儿聊沈阳房价的。我从09年大学毕业，然后到沈阳就在从事二手房。09年之前呢，08、07年我在北京读大学，在那会儿呢，我就在我爱我家去做兼职，兼职卖房。然后回到沈阳以后呢，就在瑞家卖房。就比如说10年前，你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户？大概最多的时候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店的话，一天最多能接20组到25组客户左右。但是10年后的今天，可能进店人就特别少。但是就比如说啊，就是10年前你说是3990，也就那样啊。今天呢？今天那边的二手房均价，按照现在来讲的话，已经是降价后的价格了，应该是在7000多。从19年的时候，我在沈北买的盛京绿洲，我买的时候还是花4000多一点买的。但是呢，到20年的时候，那阵已经涨到8000。咱说有没有人买，咱另说。但是呢，市场价已经到这个地方，到目前这个状态，那个位置现在要7、8千的也大有人在，但是有价无市。那目前就是沈阳哈，现在最高价格什么价格？6万多，6万多了，还有6万多的呢。精装修都算上。比如说像举个比方，就西河湾。西河湾是属于什么？它是每一个城市只有一个项目。所以说你看西河湾，咱们这边了解点的，只要是入行3、5年都知道，它好它贵。但是呢，等你再深入之后呢，才发现，比它贵的还有。平均下来，我觉得现在沈阳应该在1万到1万5左右。沈阳整体均价1万。对，1万到1万5左右。1万到1万。主要集中在哪儿呢？就是北御红以及南御红，基本都是1万到1万5左右。对，然后往西边再走，往沈北再走，那就要拉低这个均价了，就是1万往里。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事儿，我这个粉丝他是上海的，有一个动迁房是分给他的60平方，9万1平卖的，到手540万。这哥们儿就是想的非常通啊。然后他就在咱们辽宁锦州那儿有一个油厂啊，搁那附近买了一个房，2楼65平，他花5万块钱。也是装修完的。说伟哥，我就打算搁这躺平了，因为他也就是一个人。他说我父母都不在了，我在哪儿待着都一样。我何必我守着我的好几百万的房子，往我兜里瘪瘪的？现在这种想法的人很多。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想法跟我的想法就挺差不多。就像我跟他俩都聊过，就是我跟他说，我说我有的时候我就想着跟我媳妇儿聊了，我说咱俩把我沈阳的这些房子车呀都卖了，然后就回农村，因为我家是长途的嘛。对吧？回到农村去呢，第一呢有2点，第一我父母年龄也大了，快60了，从读书到工作可能得有15年到20年没在父母跟前了，只能说节假日回去尽孝啊，去买一点好吃的呀。那我想我把我这些钱拿回去，在父母跟前买个房，你管它干啥呢？存银行，我觉得在小地方也够用了。我母亲就说咋说的呢？说那不行啊，你孩子的素质教育一定得在上面啊，你都无所谓了，但是你的孩子一定要走出去。那我就跟我妈开玩笑说了，我说别让他知道他爸在沈阳啊，我想给他留一个楼，我自己上沈阳来奋斗。我还是希望跟我的父母在一起。当80后的时候很难在你上面有老人，你想尽孝，下边你还有子女，想让给他一个更好的环境，学习环境啊，包括人际关系环境啊，都是不一样的。就是这样的事情，通过1句话2句话很难说清楚。就是我四川也有粉丝在西湖边上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伟哥，像我们四川这块西湖边上的房价2万是底，高一高是4万，随便拿出来一个房子100来平，需要说我买个房子需要200万。就给过我是一个普通工人，我是一个公司的职员，我的工资呢1个月5000到6000块钱。说我要是买这样的一个房子，我父母干一辈子积攒的钱需要拿给我，亲戚7大姑8大姨我都得过来帮我呀，就是真是举全家之力，还得说是我多交点首付，然后我一个月的这么还，然后呢父母也让我套干了，我还得每个月赚钱，我把所有的钱一大部分拿出来还房贷。那时候他是说，我就觉得，他说鬼哥，我这个人生活的没啥意思了，我想上哪玩上哪旅游，我都会想，妈房贷还没还呢，拉倒吧，取消吧。所以说呢，他就是找到我说要在，比如说在咱们东北啊，咱们东北房子确实现在是比较便宜。
在东北给我搞一个就是几十万块钱的哈，我就能搞一个房，是吧？我也不至于把我的青春、把我的一辈子都投到房子当中啊。我弟弟妹妹一个在深圳，一个在北京，都是刚毕业，买的房子呢都是600万左右，倾尽双方父母家里所有，包括他跟他爱人所有的工资全都还到房贷里边。这可能我想着我们在沈阳可能经济压力还小一些，但是我要再退到我家昌平，不更好了？我想吃啥吃啥。没到安逸的年纪去享受安逸的生活，这不是现在经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吗？不是，这个也好像也应该不分年纪啊。就是我说把上海房子卖那个哥们儿啊，他现在才40多岁，上外国待个1年半年的，那你说人家不是人生吗？人家每天没有那个工作的压力呀，就是你出生在哪决定你需不需要奋斗。人和人想的不一样。我20岁的时候，我想的就是一天就是努力奋斗，努力赚钱，在大城市买房子，在大城市买车。但是我现在想的不是，全卖了回农村，哪儿也没有农村好，哪儿也没有在父母跟前待着好啊，这是我真实想法。对，每个人都有恋家的情怀，尤其是对自己家乡都有一份独特的爱。在北京的时候呢，我退到了沈阳。我从沈阳的时候，我还想退回我家，不是说父母家，而是我觉得我手里这些钱，我回家也挺好。我有钱我就买房子，我有钱我就买房子，其他的物质不追求。哎，我们就认为房子好。那我媳妇就说了，别买房子，个人生活品质都没了。现在的北上广那边也有便宜的房子，北京10万一平、20万一平房子有，但是真正去住去买的，咱们可能没在你在那生活。我头2天看视频了，也有人说人真正北京人没咱们想的那么有钱，就是他们大多数也是住在一个40-50平的房子里边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让他们去换一个10万、20万一平的房子，他们也没能力，他也买不起。对，他也买不起。所以这部分房产是给谁留着的？真正那种中国那一小撮人留着。而且吧，我感觉很多人买这个房子还真就不一定是住，因为房子在中国人心中就是根儿，就是家。对，就不单是他有这种想法，说我有钱就买房子，真正人有钱人也好买房子，但是人家买的东西跟咱不一样。对，所以说这个东西，你说房价会涨，肯定涨，沈阳肯定涨，它肯定涨啊。但是涨到后期时候是什么效果？是不是也会成为那种一大部分人买不起？那这个房子是给一小部分人预备的，还是说大家都能买得起？你认为沈阳现在还有多少人刚需的？其实沈阳刚需的人特别多，特别多。因为我总讲，可能我们是第一线接触老百姓，普通老百姓一定多于有钱去改善的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他要占在70%左右。话又说回来了啊，你这个我认为啊，房价的高低以人为本。苏州，我有个粉丝就是苏州那边过来的，他说我那块一个区不大个地方挤进去200万人在那块生活，那很显然，这个地方的房价就要高。反过来说，咱们东北人口流失比较严重，那你这个房子还怎么涨？人都跑了。辽宁省是相对人口流失相对少一点，哈尔滨、黑龙江可能更多一点，但是你周边城镇的人还会不断补上来，那补上来的人可能说70%到80%，回到您刚才那个问题，那就是刚需。好了，咱们这期呢聊沈阳房产就到这儿了，下期再见。